生活中最残酷的真相，往往藏在最平常的细节里。一根陌生的长发，一张餐厅小票，手机里的秘密对话。当这些蛛丝马迹拼凑成完整的背叛画面时，你会选择歇斯底里的质问，还是冷静地寻找真相？苏晓选择了后者。当小三主动上门宣示主权时，她灵机一动，化身成为丈夫的表妹。这场突如其来的身份互换游戏，让她得以近距离观察这个破坏她婚姻的女人，也让她听到了那些她永远不应该听到的话。但是，当丈夫突然回家，3个人同时出现在一个屋檐下时，这场精心伪装的游戏还能继续下去吗？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周4的傍晚，秋日的夕阳透过百叶窗洒进卧室，苏晓正在整理衣柜。结婚3年来，她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每周给林浩整理一次衣物。作为一个细心的妻子，她总是把林浩的衬衫按颜色分类，领带按材质归档，就连袜子都要配对整齐。这种井井有条的生活曾经让林浩夸她是完美的妻子，但最近几个月，苏晓总感觉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林浩回家越来越晚，借口越来越多，对她的关心也越来越敷衍。从林浩的外套口袋里，他掏出一张皱巴巴的餐厅小票，水岸咖啡厅，2杯拿铁，1份提拉米苏。苏晓盯着小票上的时间，上周2下午3点。那天他记得很清楚，林浩说在开会，晚上8点才到家，满脸疲惫地说：“今天会议开得我头都大了，客户特别难搞。”他还特意强调自己连午饭都没好好吃，让苏晓给他热了碗粥。苏晓把小票放在床头柜上，心里泛起一阵不安。2杯拿铁，如果是工作会议，为什么要点2杯咖啡？还有提拉米苏。林浩明明不喜欢甜食，总说太腻。他继续整理衣服。林浩的白衬衫领口有淡淡的香水味，不是他用的那款。苏晓拿起衬衫，仔细闻了闻，是一种甜腻的花香味，很年轻的味道，像是20多岁女孩喜欢的那种。而他用的是比较成熟优雅的木质调香水。在外套的另一个口袋里，他发现了一根长头发，卷曲的，棕色的，比他的头发长很多。苏晓是短发，而且是黑色的。这根头发明显不是他的，苏晓的心开始不安地跳动起来。小票、香水味、陌生的头发，这些零碎的线索开始在他脑海中拼接成一幅可怕的画面。但他告诉自己要冷静，也许只是巧合，也许有合理的解释。晚上9点，林浩回到家，照例喊着：“老婆，我回来了。”声音听起来和往常一样，但苏晓却听出了一丝刻意的轻松。怎么又这么晚？苏晓从厨房走出来，端着刚热好的饭菜。她做的是林浩最喜欢的红烧肉，还有他爱喝的冬瓜排骨汤。客户非要今天谈完合同，没办法。林浩边换鞋边说，动作有些慌乱。对了，明天晚上可能也要晚点回来，明天又加班。苏晓仔细观察着他的表情，新来的实习生还不太熟悉业务，得带一带。林浩避开他的目光，低头整理鞋子。是男实习生还是女实习生？苏晓看似随意地问。女的，刚毕业，什么都不懂。林浩回答得很快，然后匆忙走向餐厅。好香啊，我都饿死了。苏晓跟在后面，心里翻腾着。女实习生，她记得林浩之前从来没有提过公司来了新人，而且他的语气听起来有些不自然，像是早就准备好的说辞。吃饭的时候，
林浩的手机一直在响，他每次都匆忙看一眼就按掉，表情看起来有些紧张。以前他的手机响了，都会当着苏晓的面接听，即使是工作电话，也从不避讳。谁一直给你打电话？苏晓装作不经意地问。工作群，明天的会议安排。林浩头也不抬地说。但苏晓注意到他的手紧紧握着筷子。这么晚了还在安排会议，你们公司真是够拼的。苏晓试探着说。现在竞争激烈，不拼不行啊。林浩匆忙扒了几口饭。我吃饱了，还有些文件要处理。说完，林浩径直走向书房，还特意把门关上了。以前他在家工作，从来不关书房门，有时候还会叫苏晓过去帮忙整理资料。苏晓坐在餐桌前，看着满桌剩下的饭菜，心情越来越沉重。他开始回想最近几个月的种种异常。林浩开始注重打扮，买了新的古龙水，加班的次数明显增多，而且总是临时通知，对他的话题不再感兴趣，经常心不在焉，甚至连亲密行为都变得敷衍。这些变化，他之前都归咎于工作压力大，现在看来，也许另有原因。半夜，苏晓被林浩的手机震动声惊醒。林浩睡得很熟，手机在床头柜上不停地亮起，屏幕的光在黑暗中格外刺眼。苏晓悄悄拿起手机，屏幕上显示着一条微信消息：浩哥，明天几点见面？想你了。发送者的头像是一个年轻女孩，看起来25、26岁，长发飘飘，笑容甜美。微信名叫雨薇，连名字后面都带着爱心。苏晓的心脏开始剧烈跳动，她看了看熟睡的林浩，轻轻划开手机。林浩的密码她知道，他们的结婚纪念日0523。讽刺的是，他用着他们的纪念日做密码，却在背叛着他们的婚姻。聊天记录让他的心彻底沉了下去。昨天下午，浩哥，今天和你在咖啡厅聊天真开心。我也是，很久没有这么放松了。你老婆真的不理解你吗？别提她了，我们聊点开心的。那个提拉米苏你喜欢吗？喜欢。你怎么知道我爱吃甜食的？看你的样子就知道，甜美的女孩都喜欢甜食。前天晚上，那明天还能见面吗？我想去那家新开的意大利餐厅。当然，明天下午3点，老地方等我。好的，记得穿那件蓝色衬衫，你穿那件特别帅，哈哈。小丫头，眼光不错。苏晓深深吸了一口气，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她继续翻看，想要了解事情的全貌。聊天记录显示，林浩和这个叫雨薇的女孩已经交往了3个月。3个月，就在他以为他们的婚姻虽然平淡，但依然坚固的时候，林浩已经在外面有了新的恋情。更让他愤怒的是，林浩对她的描述。在雨薇面前，她成了一个不理解丈夫，只知道催促回家做饭，没有情趣的怨妇。而事实是，她为了这个家牺牲了多少，放弃了更好的工作机会，只为了有更多时间照顾家庭，学会了各种菜谱，只为了让林浩吃得健康，甚至连自己的兴趣爱好都逐渐放弃，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家庭中。苏晓轻轻放下手机，看着身边熟睡的林浩，月光透过窗帘洒在他的脸上，这张他曾经深爱的脸，现在看起来是那么陌生。他想起3年前的婚礼，林浩拉着他的手说：小小，我会爱你一辈子，永远不会背叛你。当时他是那么相信，那么幸福。现在看来，承诺是多么苍白无力。苏晓盯着天花板，脑子里乱成一团。他想过直接质问林浩，
想过去找那个叫雨薇的女孩理论，也想过收拾行李直接离开，但最终他决定先观察一段时间，看看这个男人还有多少谎言，也看看那个女孩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他要收集足够的证据，不给林浩任何狡辩的机会。第二天早上，林浩起床后表现得一切正常，甚至还主动亲了她一下。老婆，我走了，今天晚上会晚点回来，记得照顾好自己，路上小心。苏晓强颜欢笑，内心却在翻腾。林浩走后，苏晓坐在餐桌前发呆，她看着桌上精心准备的早餐，林浩爱吃的小笼包、豆浆，还有他特意买的他最喜欢的咸菜，这些在他眼里大概就是只知道催促回家做饭的表现吧。他拿起手机，给林浩的公司打了个电话。你好，请问林浩在吗？林浩啊，他请假了，说家里有事。苏晓挂了电话，苦笑了一声。家里有事？家里有什么事是他这个妻子不知道的？接下来的几天，苏晓开始仔细观察林浩的一举一动。他发现他确实在撒谎，而且撒得很有技巧。比如说要加班，其实是去约会；说要陪客户，其实是和雨薇吃饭；说要出差，其实是要带雨薇去周边旅游。每一个谎言都说得那么自然，如果不是他偶然发现了聊天记录，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真相。周六下午，苏晓独自在家看书。林浩一早就出门了，说要陪客户打高尔夫，晚上才能回来。下午3点，门铃突然响起，苏晓以为是快递员，随手开了门。门外站着一个年轻女孩，和手机里的头像一模一样，大约25岁，长发披肩，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看起来清纯可爱。女孩的脸很清秀，皮肤白皙，但眼神中带着一种势在必得的坚定。你好，你是苏晓吗？林浩的妻子。女孩开门见山地问，声音清脆，但带着明显的挑衅。苏晓愣了一下，很快意识到这就是那个雨薇，她果然是专门来找自己的。苏晓的第一反应是愤怒，想要当场质问这个破坏她婚姻的女人，但转念一想，这或许是个了解真相的好机会。如果直接撕破脸，他什么都了解不到；如果智取，也许能知道更多内幕。你是？苏晓压下心中的怒火，故意装出困惑的样子。我是雨薇，林浩的女朋友。女孩昂起下巴，眼中闪着挑衅的光芒。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你聊聊关于林浩的事情。苏晓心中一震，这个女孩竟然这么直接，看来她确实是来宣示主权的。但苏晓脑中快速转动，突然灵机一动，女朋友？苏晓做出震惊的表情。可是，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我不是苏晓啊，我是李小雅，林浩的表妹。雨薇明显愣了一下，眼中的挑衅变成了困惑和尴尬。表妹？那苏晓在吗？她出去买菜了，应该很快回来。苏晓继续演戏，看到雨薇脸上的紧张神色，连忙安慰道：嫂子别误会，我们是亲戚。你和浩哥真的是女朋友关系吗？雨薇听到别误会这几个字，稍微放松了警惕。没错，我们交往3个月了。小雅，你应该知道的吧？浩哥和苏晓的关系。什么关系？苏晓装作不解。他们早就没有感情了，只是还没正式离婚。雨薇说着，眼中闪过一丝得意。我今天来，就是想和他谈谈，希望他能成全我们。雨薇的眼中闪过一丝不安，但很快恢复坚定。他会处理好的。他告诉我，他们的婚姻早就名存实亡了，只是还没有正式离婚而已。苏晓做出恍然大悟的表情。原来如此，
怪不得浩哥最近心情不太好。苏晓，雨薇明显紧张了。他什么时候回来？应该很快了，大概半个小时吧。苏晓热情地邀请他进屋，心里却在盘算着如何套话。不过你别担心，他人很好的，不像浩哥说的那样。雨薇跟着苏晓进了客厅，四处打量着房间的布置。苏晓注意到他的眼神中有些复杂的情绪，好奇、紧张，还有一丝嫉妒。他说什么了？雨薇在沙发上坐下，声音有些小心翼翼。他总是抱怨苏晓不理解他，脾气不好，总是管着他。苏晓给雨薇倒了杯茶，故意试探。不过我觉得苏晓挺温柔的，可能是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吧。雨薇接过茶杯，语气变得坚定。不是误会，是他们根本就不合适。林浩说他在家里就像被关在笼子里一样，完全没有自由。他总是怀疑他，检查他的手机，限制他的社交。苏晓握着茶杯的手微微用力，检查手机，限制社交。他什么时候做过这些事？他从来没有翻过林浩的手机，也从来没有阻止过他和朋友聚会。相反，他总是鼓励他多和朋友接触，担心他工作压力大会闷出病来。这样啊，苏晓点点头，继续套话。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已经决定了。雨薇放下茶杯，直视苏晓的眼睛。我今天来就是要见见他的妻子，告诉他林浩爱的是我，希望他能主动提出离婚。苏晓差点被茶水噎到，这个女孩的胆子还真大，竟然敢直接上门来谈判，这样会不会太直接了？万一他不同意怎么办？苏晓装出担心的样子。没办法，林浩太优柔寡断了，总是说要顾虑这个顾虑那个。雨薇有些不耐烦，我们都交往3个月了，我不能一直做见不得光的情人。你们已经在一起了？苏晓装出惊讶的表情，心里却在滴血。当然，雨薇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他对我很好，经常送我礼物，带我去高档餐厅吃饭，上个月还说要带我去巴厘岛度假呢。苏晓的心彻底凉了。巴厘岛，那是他和林浩的蜜月旅行地，他们计划下个月去那里庆祝结婚3周年。原来林浩打算带着情人去他们的蜜月圣地。那他有没有说什么时候离婚？苏晓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他说再等一个合适的时机，但我觉得他就是在拖延。雨薇撇撇嘴，所以我决定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你不怕他老婆闹吗？怕什么？爱情是自由的，不能强求。雨薇理直气壮地说，而且根据林浩的描述，她就是个蛮不讲理的女人，只会用眼泪和吵闹来绑架他。苏晓几乎要笑出声来。蛮不讲理，用眼泪绑架？他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人了？这3年来，他有过一次无理取闹吗？有过一次用眼泪要挟林浩吗？相反，每次林浩工作不顺心时，都是他在安慰和鼓励。就在这时，苏晓注意到雨薇手腕上戴着一只手表，那个款式看起来很眼熟。他仔细一看，心里顿时涌起巨大的愤怒。那是他送给林浩的结婚纪念日礼物。你的手表很漂亮。苏晓强压下内心的愤怒，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雨薇得意地举起手腕，在阳光下转动着手表，金属表面闪闪发光。这是林浩送我的，他说这是他最珍贵的东西，现在要给最重要的人。苏晓的心脏被狠狠撞击了一下。最珍贵的东西，那是他用2个月的工资买的。当时为了给林浩一个惊喜，他省吃俭用了好久。他还记得当时林浩收到礼物时的表情，他说这是他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会一辈子珍藏。现在这块表却戴在另一个女人的手腕上，
而且林浩还告诉他这是给最重要的人的。苏小感觉自己就像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能让我看看吗？苏小假装好奇。我也想给我男朋友买一块类似的。雨薇大方地把手表摘下来递给苏小。当然可以，这个牌子挺好的，质量很不错。苏小接过手表，翻过来看背面，果然那里刻着他永远不会忘记的字 LHSX Forever， 林浩和苏小永远。讽刺的是，这块刻着永远的手表现在正被林浩送给了别的女人。这刻字很有意思，苏小平静地说。LH 应该是林浩， SX 是什么意思？雨薇愣了一下，显然她从来没有仔细看过手表背面。我没注意过，可能是他名字的另一种缩写吧，或者是什么纪念意义。哦，苏小若有所思地点点头，把手表还给雨薇。他决定暂时不揭穿这个秘密，还要继续套话。雨薇重新戴上手表，有些紧张地问：小雅，你觉得苏小是什么样的人？他会很难相处吗？为什么这么问？因为浩哥说他脾气很不好，很难沟通。雨薇咬着嘴唇，我有点担心，等他回来会和我吵架，毕竟我们现在算是情敌关系。苏小看到雨薇紧张的样子，温和地安慰道：其实那个人挺好的，可能表哥只是在你面前发牢骚吧。雨薇放松了一些，他告诉我他的梦想，他的过去，他对未来的规划。他说要和我一起重新开始，过不一样的生活。小雅，既然我们算是一家人了，我就直说了吧。一家人？苏小装出困惑的表情。你是浩哥的表妹，我是浩哥的女朋友，等我们结婚了，我们就是一家人。雨薇笑着说，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劝劝苏小，让她同意离婚，大家没必要闹得太难看。苏小差点被这句话气笑了。这个女孩不仅要抢她的丈夫，还要她帮忙劝自己同意离婚。你想让我劝她离婚？苏小继续装傻。是的，雨薇兴奋地点头。你是浩哥的亲戚，你说话他肯定会听的。而且你也看得出来，浩哥在这个家里并不快乐，不如让他重新开始。那他有没有告诉你苏小为他做过什么？苏小继续试探。雨薇摇摇头，他很少提他的好话，只说他总是要求他做这做那，从来不考虑他的感受，还说他疑心很重，总是检查他的手机，不让他和朋友出去玩。苏小想起自己这3年来的付出，心中愤怒不已，但表面上仍然保持着平静。你觉得他们不合适？当然不合适，雨薇激动地说。浩哥那么优秀的一个人，应该找一个更理解他的女人。小雅，你觉得我说的对吗？既然我们以后都是一家人了，你应该支持我们在一起吧？你很有信心他会离婚？苏小问。当然，雨薇眼中闪着得意的光芒。浩哥已经答应我了，只是在等一个合适的时机。小雅，你能不能帮我个忙？等苏小回来，你就说我是浩哥的工作伙伴，先别提我们谈恋爱的事，我想亲自和他谈。为什么？因为我想让他看看浩哥真正爱的是什么样的女人。雨薇昂起下巴，我比他年轻，比他漂亮，比他更理解浩哥，他应该知难而退。检查手机。苏小冷笑，如果他真的检查，你觉得你们的事情还能瞒到现在吗？雨薇被这句话说得一愣。你什么意思？我是说，也许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苏小看着雨薇，你有没有想过，林浩可能在骗你？不可能。雨薇激动地站起来，茶杯在茶几上发出清脆的碰撞声。他不会骗我的，他说他爱我，要和我一起重新开始。我们已经计划好了未来，如果他真的想重新开始，为什么不先离婚
再和你在一起。苏晓追问：为什么要让你做小三？我不是小三。雨薇的声音提高了，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芒。他们的婚姻早就结束了，只是还没有办手续而已。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已经分房睡了。苏晓差点笑出声来。分房睡？昨天晚上林浩还抱着他睡觉，还说他身上有好闻的味道。那你见过离婚协议吗？苏晓继续追问。雨薇被问得哑口无言。这需要时间。林浩说要慢慢处理，不能太激进。雨薇，你能想象一个真心想离婚的男人会把结婚纪念日的礼物送给别的女人吗？苏晓指着雨薇手腕上的手表。什么意思？雨薇困惑地看着自己的手表，开始感到不安。SX 不是什么其他缩写，是苏晓，他妻子的名字。苏晓缓缓站起来，声音平静得可怕。那块手表上刻着的是林浩和苏晓永远，这是他妻子送给他的结婚纪念日礼物。雨薇的脸瞬间变得煞白，她低头看着手表，突然意识到了什么。不可能。雨薇摇着头，声音开始颤抖。你怎么会知道这些？你只是他的表妹。苏晓深吸一口气，看着这个即将崩溃的女孩。因为我就是苏晓，林浩的妻子。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雨薇瞪大眼睛看着苏晓，像是看到了鬼一样。她的嘴唇在颤抖，想要说话却发不出声音。不可能，你不是她表妹吗？雨薇终于找回了声音，但听起来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表妹？苏晓苦笑一声，走到电视柜前，拿起那张结婚照。雨薇，你看看这张照片。照片中，苏晓和林浩穿着婚纱和西装，笑得幸福灿烂。背景是3年前那个秋天，金桂飘香的季节。雨薇接过照片，手抖得几乎拿不稳。她仔细看着照片中的苏晓，再看看面前的人，不得不承认他们是同一个人。这是什么时候拍的？雨薇的声音变得很小。3年前，我们的婚礼。苏晓平静地说，就在这个客厅里，我们收到了所有亲朋好友的祝福。雨薇感觉天旋地转。他想起刚才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想起自己的得意和挑衅，羞愧和愤怒交织在一起，几乎要窒息。你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雨薇指着苏晓，眼中含着泪水。我骗你！苏晓走近他，声音变得严厉。雨薇，你清醒一点，真正骗你的人是谁？是我让你相信我们的婚姻名存实亡的吗？是我告诉你我不理解他的吗？是我说我检查他手机，限制他社交的吗？雨薇眼中的泪水终于掉了下来。她想起林浩对她说过的每一句话，想起自己对这个可怜男人的同情和爱恋，现在看来都是精心设计的谎言。他真的还爱你吗？雨薇声音颤抖着问。你觉得呢？苏晓拿起手机，翻出林浩的朋友圈，这是上周他发的状态。手机屏幕上显示着林浩上周发的朋友圈，一张他和苏晓在餐厅的合影，配文是3年了，依然觉得是最幸福的男人，感谢老天让我遇到最好的他。下面有很多朋友的点赞和祝福。雨薇看着这些，彻底崩溃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这些。他还告诉你什么了？说我脾气暴躁，说我不给他自由。苏晓的声音越来越冷。雨薇，你知道吗？我从来没有查过他的手机，从来没有限制过他的社交。我每天早起为他准备早餐，晚上等他回家热饭。他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我陪他散步聊天。他和朋友聚会，我主动提醒他带上礼物。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雨薇捂着脸哭泣。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上个月他生病发烧，是谁半夜起来照顾他？
苏晓继续说：“有没有告诉你，为了支持他的事业，我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有没有告诉你，每次他加班很晚，我都会在门口等他，怕他看到黑漆漆的房子会难过。”每一句话都像刀子一样刺痛着雨薇的心。他意识到自己被林浩描述成了一个拯救者的角色，以为自己在拯救一个被困在不幸婚姻中的男人，但现实是，他成了破坏一个幸福家庭的第三者。他还说过要带你去巴厘岛。苏晓的声音变得更加冰冷。那是我们的蜜月旅行地点，我们计划下个月去那里庆祝结婚3周年，机票和酒店我都已经订好了。雨薇哭得更厉害了，我被他骗得好惨。他说你们已经分房睡了，说你们没有共同语言，说你们的婚姻只是为了应付双方父母。分房睡？苏晓冷笑。昨天晚上他还抱着我说我身上的香水味很好闻。共同语言？前天晚上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换个大一点的房子，准备要孩子，应付父母。我们每个周末都会一起回去看双方老人。他总是夸我贤惠。雨薇完全说不出话来。他想起林浩和他在一起时的种种表现，总是很匆忙，从不在他面前接家里的电话，约会的地点总是偏僻的小餐厅，从来不带他去他经常出没的地方。现在想来，这些都是出轨者的典型行为。雨薇，你想过没有，如果他真的要离婚，为什么不把你介绍给他的朋友？为什么不敢光明正大的和你在一起？苏晓看着这个崩溃的女孩，心情复杂。我以为他是在保护我，怕我受伤害。雨薇的声音小得像蚊子。保护你，还是保护他自己？苏晓摇摇头。雨薇，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装成他的表妹吗？雨薇摇摇头。因为我想看看他在你面前把我描述成了什么样的人。苏晓坐回沙发上，结果我发现，在他的嘴里，我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疑心重重、不讲道理的怨妇。这就是他对外人说的我。雨薇想起自己刚才说过的话，觉得无地自容。对不起，我不应该那样说你，你也是受害者。苏晓看着他，但是雨薇，我希望这次的经历能让你学会一些东西。什么？雨薇抬起头，眼中还含着泪水。永远不要只听一个人的一面之词，特别是当他在诋毁自己的妻子时。苏晓说，一个真正想要重新开始的男人，会先结束旧的关系，而不是让你做小三。就在这时，门外传来钥匙插入锁孔的声音。苏晓和雨薇都僵住了。林浩回来了，比他说的时间早了几个小时。别怕，苏晓冷静地说，是时候让他面对现实了。门开了，林浩提着高尔夫球包走了进来，一边换鞋一边说，小小，我回来了。今天话还没说完，他抬头就看到了客厅里的2个女人。苏晓坐在沙发上，表情平静，但眼中带着寒意。雨薇站在一旁，眼中含着泪水，脸色苍白。地上散落着那块碎裂的手表。林浩的脸瞬间变得煞白，高尔夫球包从手中滑落，掉在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他看着现场的情况，立即意识到事情已经败露。客厅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你们？林浩的声音颤抖着，眼中满是震惊和恐惧。雨薇第一个开口，声音中带着愤怒和失望。林浩，没想到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正好，我有很多话想对你说。雨薇，你怎么在这里？林浩努力想要装作镇定，但声音还是在发抖。我来找你老婆摊牌啊！雨薇冷笑，你不是说要离婚吗？我想亲自和她谈谈。结果呢？
你知道我发现了什么吗？林浩的目光在两人之间游移，不敢直视任何一个人的眼睛。什么意思？你的表妹李小雅？雨薇指着苏晓，语气中满含讽刺。原来就是你的老婆苏晓。林浩听到李小雅这个名字，彻底懵了。什么？表妹？李小雅？他看向苏晓，眼中满是困惑和震惊。等等，你告诉他你是我表妹？我哪有表妹叫李小雅？我所有的表妹我都认识，根本没有叫李小雅的。对啊，你没有。雨薇愤怒地说，因为她就是苏晓，她为了听我说真话，才装成你的表妹，而我像个傻子一样，把所有的心里话都告诉了她，还请她帮我劝你老婆离婚。林浩这才完全明白发生了什么，他瞪大眼睛看向苏晓，你装成我表妹，用假名字？苏晓平静地点头，是的，我想知道你在他面前把我说成了什么样的人，现在我知道了，你居然……林浩喃喃自语，你骗了他，我骗了他。苏晓的声音变冷，林浩，你再说一遍，是谁骗了谁？雨薇抹了抹眼泪，看着林浩，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想过要离婚，哪怕1秒钟？林浩张了张嘴，但发不出任何声音。回答我。雨薇的声音越来越高，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还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玩具？林浩终于开口了，声音小得像蚊子。雨薇，对不起。这句对不起彻底击碎了雨薇心中最后的幻想。林浩想要解释，雨薇，听我说，我不想听。雨薇打断了他，声音中带着深深的厌恶，你让我觉得恶心，我竟然还为你感到心疼，还想着要拯救你，原来我只是个小丑。雨薇，你听我解释。林浩想要走向他，别碰我。雨薇后退了几步，你这个骗子，你说你爱我，结果你还和你老婆如胶似漆。雨薇转向苏晓，眼中满含愧疚，苏姐，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人，如果我知道真相，绝对不会和他在一起。苏晓看着这个崩溃的女孩，心情复杂。雨薇看了最后一眼林浩，眼中满含失望。林浩，我们彻底结束了，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爱情。然后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客厅里只剩下苏晓和林浩2个人。林浩瘫坐在沙发上，看着地上的手表碎片，沉默了很久才开口，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昨天晚上。苏晓平静地说，你手机半夜收到他的消息，我看到了。林浩闭上眼睛，痛苦地说，所以你今天故意在家等他来，不是故意等。苏晓摇摇头，是巧合，他专门来找我摊牌，要我主动离婚，成全你们。我只是临时起意，想看看你在他面前把我说成什么样的人。老婆。林浩想要走向苏晓，别叫我老婆。苏晓制止了他。林浩，你知道刚才最让我心寒的是什么吗？什么？不是你出轨，不是你撒谎，而是你把我描述成那样的人。苏晓的声音很平静，但每个字都像刀子一样刺痛着林浩的心。在他面前，我成了一个脾气暴躁、疑心重重、不讲道理的怨妇。这就是你眼中的我吗？林浩哭着摇头，不是的，我只是想让他同情我，所以你就可以编造谎言，诋毁我的人格。苏晓看着他，林浩，你知道他刚才对我说了什么吗？他说你告诉他，我总是检查你的手机，限制你的社交，对你发脾气。这些话哪一句是真的？林浩低下头，不敢回答。我什么时候检查过你的手机？苏晓继续问。我什么时候阻止过你和朋友聚会？我什么时候无理取闹的对你发过脾气？没有，你从来没有。
林浩的声音小得像蚊子。那你为什么要那样说我？为了博取一个女孩的同情，你就可以这样诋毁你的妻子吗？林浩哭得更厉害了。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只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苏晓冷笑。林浩，你们交往了3个月，3个月的一时糊涂。还有，你不是说要打高尔夫到晚上吗？为什么提前回来了？林浩抬起头，眼中满含痛苦。因为雨薇突然说她要来找你，我害怕出事，所以急忙赶回来。所以你是知道她要来的。苏晓的声音更冷了。你知道她要来找我摊牌，却没有阻止她。我以为能劝住她的，我没想到她真的会来。林浩声音颤抖。苏晓看着他，心中的愤怒逐渐平静下来，剩下的只有深深的失望。林浩，你还记得我们结婚时你说过的话吗？苏晓问。记得。林浩抽泣着说，我说我会爱你一辈子，永远不会背叛你。那你现在告诉我，你的承诺在哪里？苏晓看着他，你的爱在哪里？林浩想要说话，但发现自己说不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话。事实摆在眼前，他的背叛无可否认。老婆，给我一次机会好吗？林浩抓着苏晓的手，我发誓，我再也不会。不要发誓了。苏晓抽回自己的手，你的誓言一文不值。苏晓走向卧室，开始收拾行李。林浩跟在后面，不停地道歉和请求原谅。你要去哪里？林浩看着苏晓把衣服一件件叠好，放进行李箱。回我妈妈家住几天，冷静一下。苏晓头也不回地说，这些天你也好好想想，我们的婚姻还有继续下去的必要吗？当然有。林浩激动地说，老婆，我爱你，我只爱你一个人。苏晓停下手中的动作，转过身看着他。林浩，爱不是挂在嘴边的话，是行动。这3年来，除了背叛和欺骗，你的爱在哪里？林浩想要反驳，但发现自己无话可说。苏晓拖着行李箱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客厅里狼狈的林浩。我需要时间思考我们的关系，在我想清楚之前，请不要来打扰我。那你什么时候回来？林浩问。我不知道。苏晓平静地说，也许1周，也许1个月，也许永远不回来。这取决于你接下来的表现，也取决于我的决定。门关上了，屋子里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林浩瘫坐在沙发上，看着满桌子的茶杯，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感觉像是做了一场噩梦。但他知道这不是梦，而是他一手造成的现实。他拿起地上那块碎裂的手表，想起当初苏晓送给他时的喜悦表情，想起他说的话，这块表代表我们的爱情，希望你能永远记得我们的美好时光。现在，这块象征着他们爱情的手表，被他送给了别的女人，又被摔得粉碎，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外面天色渐暗，林浩独自坐在客厅里，第一次认真地审视自己这3年来的所作所为。他想起苏晓为他做的每一件小事，想起他的温柔和包容，想起他眼中曾经的爱意和信任，而现在这一切都被他亲手毁掉了。也许这就是他应得的结局。林浩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这是他结婚3年来第一次独自面对这个家。没有苏晓忙碌的身影，没有热腾腾的饭菜香味，没有他轻柔的声音问他今天过得怎么样。他走进厨房，看到灶台上还放着苏晓为他准备的晚餐，红烧肉、冬瓜排骨汤，还有他爱吃的腌萝卜。这些菜现在都已经凉了，就像他们的婚姻一样。林浩想起雨薇刚才说的话，你说你老婆只知道催你回家做饭，但是看看这个家，看看这些菜，
哪一样不是用心准备的？是的，苏晓从来不是催他回家做饭，而是无论他多晚回来，都会为他准备热腾腾的饭菜。即使他经常撒谎说要加班，他也从不抱怨，只是默默等待。他走进卧室，看到衣柜里整齐排列的衣服，每一件衬衫都洗得干干净净，熨得平平整整，每一条领带都按颜色搭配好，就连袜子都是配对摆放的。这些都是苏晓的功劳。3年来，他就像一个默默付出的守护天使，把这个家打理得井井有条，让他每天都能穿着得体的衣服去上班。而他呢，不仅不感激，还在外面说他总是要求他做这做那。林浩走进书房，看到桌上放着一张便条，是苏晓的字迹：老公，你的报告期限是明天，别忘了检查一遍。冰箱里有你爱喝的酸奶，记得喝。爱你的小小。这张便条是1周前的，那时候他正忙着和雨薇约会，根本没有注意到。现在看来，那时的苏晓还在关心着他的工作，担心他忘记重要的事情。林浩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想起雨薇说过的话：一个真正爱你的人，不会在外面诋毁你。是的，苏晓从来没有在外人面前说过他的坏话，即使他的朋友劝他要多为自己考虑，他总是说：我老公很好，只是工作压力大。即使他的父母觉得他不够体贴，他也总是为他辩护，他已经很努力了。而他呢，为了博取一个年轻女孩的同情，不惜把最爱他的人描绘成最恶毒的样子。林浩拿出手机，翻看和雨薇的聊天记录。现在重新看这些对话，他觉得自己简直像个卑鄙的小人。为了维持一段婚外情，他撒了无数个谎言，伤害了2个无辜的女人。他想起雨薇最后说的话：你这样的人不配拥有爱情。也许他说的对，像他这样的人确实不配拥有苏晓这样好的妻子。1周后，苏晓收到了雨薇发来的微信消息：苏姐，对不起打扰你，我想告诉你，我已经辞职了，离开了那个城市。虽然我也是受害者，但我毕竟参与了破坏你的婚姻，我必须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谢谢你让我看清了真相，也让我学会了成长。无论你最后做出什么决定，我都祝你幸福。苏晓看着这条消息，心情复杂。她回复道：雨薇，你不需要道歉，你也是受害者，离开也好，换个环境重新开始。希望这次的经历能让你变得更强大，也更智慧。记住，真正爱你的人不会让你做见不得光的事情。很快，雨薇回复：会的，我会记住你说的话，永远不要只听一个人的一面之词。谢谢你的宽容，你是个很好的人，希望你能得到真正的幸福。苏晓放下手机，看着窗外的夕阳。这1周来，他在父母家住得很安静，每天陪着父母聊天、做饭、看电视，重新找回了内心的平静。他的父母知道了事情的经过后，都劝他离婚，这样的男人不值得原谅。你还年轻，可以重新开始。但苏晓知道，这个决定必须由他自己来做。3年的婚姻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他需要时间来思考。林浩给他发过很多信息，有道歉的，有忏悔的，有保证的，但苏晓都没有回复。他不想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做决定，他需要冷静地考虑。又过了几天，苏晓收到林浩的一条消息：老婆，我不知道该怎么挽回你的心，也不知道该怎么证明我的悔改。我只想告诉你，这1周来，我每天都在反思自己的行为。我意识到我不仅背叛了你，更背叛了我们的爱情和婚姻誓言。我没有资格要求你原谅我，
但我希望你知道，失去你让我明白了什么是真正的珍贵。无论你最终做出什么决定，我都会尊重。如果你愿意给我一次机会，我会用余生来证明我的改变。如果你决定离开，我也会默默祝福你的幸福。苏晓看着这条消息，第一次感受到林浩的真诚。也许他真的在反思，也许他真的后悔了，但是后悔能够挽回一切吗？他想起那天雨薇说过的话，如果你发现老公出轨了，你会怎么办？当时雨薇说，我应该会很伤心，但如果他真的不爱我了，我也不会强留他。现在苏晓明白了，问题不是林浩爱不爱他，而是他还能不能信任他，还能不能和一个背叛过他的人继续生活。又过了1周，苏晓终于决定回家一趟，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为了做最后的了结。他推开门，看到林浩坐在客厅里，面前放着那块碎裂的手表。他看起来憔悴了很多，眼中满含期待和不安。你回来了，林浩小心翼翼地说，我来拿一些东西。苏晓平静地说，顺便和你谈谈。林浩点点头，不敢说话。苏晓坐在他对面，林浩，这2周我想了很多，我想明白了一些事情。什么事情？林浩紧张地问。我想明白了，出轨也许可以原谅，但信任一旦破碎，就很难修复。苏晓看着他，我不知道以后每次你晚归，我是不是还会怀疑你在撒谎？不知道每次你说要出差，我是不是还会担心你去见别的女人？不知道每次你的手机响起，我是不是还会想起那些聊天记录？林浩的眼中流下泪水。老婆，但是苏晓话锋一转，我也想明白了，3年的感情不是说放弃就能放弃的。你的背叛让我痛苦，但我们之间的美好回忆也是真实存在的。林浩看到了一丝希望。那你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我愿意给你一次机会，也给我们的婚姻一次机会。苏晓说，但是有条件。什么条件？你说，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林浩激动地说，第一，你必须确保类似的事情不会再发生。苏晓认真地说，第二，我们需要婚姻咨询，重新学习如何相处。第三，你要向我的父母和你的父母坦白这件事，并且当面道歉。林浩听到这些条件，毫不犹豫地点头，我都答应，我都能做到。最后一个条件。苏晓深吸一口气，从今天开始，我们重新开始，过去的事情我们都要放下，包括这次的出轨，我不会再提起，你也不要再愧疚。我们要像新认识的人一样，重新了解彼此，重新建立信任。林浩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他知道苏晓给了他一个极其珍贵的机会。谢谢你，谢谢你给我机会。林浩哽咽着说，不要谢我，要用行动证明你配得上这个机会。苏晓站起来，现在我们开始收拾这个家吧。林浩也站起来，看着苏晓开始整理客厅。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他身上，就像3年前他们第一次看这套房子时一样。也许他们真的可以重新开始。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